安田文雄坐拥65%的支持率和首相的权柄，有足够的资源把修宪案在两院通过。安倍千辛万苦啊，恐怕是给岸田做了嫁衣裳。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面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安倍晋三遇刺的第一个受益人竟然是首相岸田文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以后，分析家们立刻指出这将是日本政坛的大规模分化走合的一个节点。事实正是如此。动脉新闻周三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执政的岸田文雄政府的支持率上升了8个百分点，达到了65%。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的调查，有1/3的受访人表示，枪击事件对投票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共同社也做了一份民意调查，大约有1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投票受到了安倍遇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呢？安倍生前是自民党亲和政策研究会的首脑，是规模最大的派别，麾下控制了大批的政客，其中众议员53人，参议员26人。日本众议院共有465席，参议院共有248席。安倍等于是控制了1/10的票数，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日本政界的子承父业是公开的规则，但是按照公开的消息，安倍晋三没有子女，所以他一死，虽然亲和政策研究会决定继续自称安倍派，但实际上已经是群龙无首。这样一来，每一个派系成员都成了可以争取的宝贵的政治资源，其他派系或者是门阀当然要积极拉拢了。作为执政集团的岸田文雄显然拥有巨大的资源优势来拉拢这些人。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央政府都是负责执行预算的，简单来说就是花钱。日本政府的财政资金多数都用在了门阀身上，无论是常规预算还是经济刺激计划，都是把钱先给门阀控制的财团，真正能流到低收入阶层的钱很少。岸田文雄在7月11号表示已经在预算中划拨了5万亿日元，大概折合是400亿美元，用在经济刺激行动上。用这么大一笔钱作为资本，争取安倍派系的成员投靠，想来是很有力度的。其他的在野势力显然也在争夺安倍的政治遗产，但很难比县政府的影响力更大。日本的内政治理从来都是这样的风格，和其他国家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事情涉及到修宪，那就和邻国有很大的关系了。安倍在世的时候一直是积极的推动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恢复日本发动战争的权利。这当然是美国默许和纵容的结果，也是整个安倍派的执念。其实在修宪问题上安倍和岸田文雄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日本政客很难做到无私无畏。安倍一直想压岸田一头，他不断的批评岸田，说他的经济政策没有意义，说日本银行是政府的子公司等等。至于修宪安倍也希望这件事在自己的手里实现，而不是岸田。当然了，安倍再也没这个机会了。安倍为了重返首相的宝座，在派系内做了很多的安排，其中一些成员吃了亏，对安倍是有意见的。如今安倍一死，岸田文雄公开表示自己也要修宪，那么这些人就会顺理成章的投靠岸田文雄。所以刺杀事件发生以后，岸田文雄以及日本参众两院修改宪法重获战争权的进程已经无法阻挡了。岸田文雄坐拥65%的支持率和首相的权柄，有足够的资源把修宪案在两院通过。安倍千辛万苦恐怕是给岸田做了嫁衣裳。国内有不少网友已经翻译了日本修宪的主要内容，除了放弃专守防卫的宪法第9条，还规定了天皇可以不遵守宪法，大量的剥夺了日本人民的政治权利。从此以后，我们将再也看不到那个专守防卫的日本，而是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倍用自己的生命献祭了这次修宪，但是修宪的后果可能不是他一条命就能赔付的。日本要是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恐怕要再一次把成千上万的日本国民送进地狱。到那个时候，今天每一个给岸田文雄投赞成票的日本选民都难辞其咎。好，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